毒奶粉害我妈进了医院，我去要说法，结果服务员却说：哼，穷逼事还多，没钱来敲诈的吧？腊月28，大包小包扛回家。过年我想买点好东西带回家给爸妈，却不想给他们吃进医院。我想去维权，他们却说我调包了囊浆有机驼奶粉，但我知道正规有机驼奶必有质检报告，他们要么犯诈骗罪，要么犯销售伪劣产品罪，反害我妈进医院。今天算是撞我枪头上。腊月29一早，我还没醒就听见妈在卫生间干呕的声音，推门一看，妈脸色发白，捂着肚子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带她去医院。医生问诊后推测是食用了不当食品引发的肠胃反应，叮嘱先停掉近期新增的食物。从医院回家，我第一时间翻出那罐我昨天带回来孝敬爸妈的驼奶粉，越看越心惊，罐身上的有机认证标识印刷的好像有些模糊不清，我用指甲轻轻一擦，标识能被擦掉。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多半是买到假货，于是我带着那罐打开的奶粉去了本地的食品检测中心，想做一个简单的成分检测，但初步查看后，先生，根据我们的经验，正规的有机驼奶粉颗粒均匀，颜色呈乳白色或淡黄色，而且会有明确的生产信息和认证标识。您这款奶粉确实疑点很多。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完整的成分检测需要下午才能出，如果结果出了会通知我。我心里憋着气，拿着奶粉返回西域珍品自主管，好的说法，让他们给我妈一个交代。没想到昨天还柔声细语的服务员，现在语气比我还冲。先生，这不可能，我们的驼奶粉都是正宗新疆有机的，很多人喝了都没事，怎么就你母亲喝了不舒服？说不定是你母亲过年大鱼大肉吃油腻了，或者冲调方式不对，跟我们的奶粉没关系。冲调方式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的，就是你们的奶有问题，包装上都没有具体生产地址，没有正规认证，明显是三无产品。就在这时，老板刘艳从里屋走了出来。先生，你说话要讲证据，我们的驼奶粉都是正规渠道进货，有有机认证和质检报告，怎么就成三无产品了？我看你分明是把我们的真奶粉调包了，拿了一罐假货来讹钱。我愣了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商家，花高价钱买滋补品孝敬我妈，结果我妈进了医院，一点好处没享受到，还被倒打一耙。我昨天才在你这买的奶粉，今天就来退货，怎么可能调包？而且这罐打开的就是你们的产品，封口和包装都和昨天一样。可你买的可是我们家专供中老年的高端有机款啊，1900块一罐，你说退款就退款吗？什么专供？我看这就是三无产品，哪有什么有机认证？正规产品怎么会没质检报告？你胡说八道，你肯定是自己调包了假货来讹钱，想白拿我们的高端驼奶，真不要脸！谁能证明你这就是我们的产品？我们的奶粉罐上都有隐形防伪标识，你这罐上面根本没有，不是你调包了是什么？我连忙拿起奶粉罐仔细查看，根本没找到所谓的隐形防伪标识，知道他是在故意找茬。你昨天根本没说有什么隐形防伪标识，现在想凭空捏造，就是不想退货。退货可以，但你得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刘艳的语气变得嚣张起来，拍着柜台：你来我们店里闹着一场，影响了我店里的生意，你得支付8000元的店面损耗费，否则这事没完，你也别想离开。我凭什么给你损耗费？是你们的产品有问题，导致我妈进了医院，我没让你们赔偿医疗费就不错了，你们还敢要损耗费？要么付钱，要么带着奶粉走人，你自己选。刘艳看了李娜一眼，李娜立刻走到店门口，把门锁了起来，还挡在门口一副你不付钱就别想走的架势。我看着眼前这两个蛮不讲理的女人，我知道和他们硬拼没用，必须想办法拿到他们的违法证据。这时，我忽然想起表姐陈月在市场监管局工作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现在不能和刘艳、李娜硬碰硬，一旦发生冲突，不仅讨不到说法，还可能吃亏。我必须拖延时间，同时联系表姐陈月。你们说奶粉是正规的，有有机认证和质检报告，那你拿出来给我看。如果真的有正规手续，证明产品没问题，我立马走人。但如果拿不出来，就必须给我退货退款，还要赔偿我妈的医疗费。质检报告和有机认证都在仓库里，我凭什么拿给你看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不惯着他，据理力争。我是消费者，我有权利查看产品的相关资质。你现在拿不出来，就说明你的产品有问题。少跟我扯什么法律，我这店开了5年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今天你要么付损耗费，要么就别想走。你这是非法拘禁！我一边和他争执，不动声色地拿出手机，偷偷按下了表姐的电话号码。电话接通后，我没说话，把手机调成静音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锁上门就能吓唬我。我故意提高音量，让电话那头的表姐能听到。你们西域珍品滋补馆在建国路128号卖的所谓新疆伊犁有机驼奶粉根本没有正规手续，我妈喝了已经去医院检查了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老板可能也没想到我那么难对。你小子是不是在耍什么花招？敢在这里闹事，信不信我叫人收拾你？我没耍花招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应有的赔偿。我继续说道，故意提及产品价格和包装问题。我花3800元买的2罐奶粉，包装上连具体生产地址都没有，有机认证也是假的，你们这就是欺诈消费者。
李娜站在一旁，见我一直拿着手机。老板，这小子该不会是在打电话叫人吧？刘艳皱了皱眉，觉得李娜说的有道理。你少在这里拖延时间，要么付8000元损耗费，要么我就报警，说你敲诈勒索。那你赶紧报警，我正好想让警察来看看你们的三无产品。但在报警之前，你必须把质检报告和有机认证拿出来给我看，否则我就告你们销售伪劣产品。行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你等着我去仓库拿证据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他转身朝库房走去，临走时还不忘叮嘱李娜：看好他，别让他跑。你必须把质检报告和有机认证拿出来给我看，否则我就告你们销售伪劣产品。行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你等着我去仓库拿证据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他转身朝库房走去，我掏出手机，看见电话已经挂断，上面发来一条信息：我们过来检查，马上到，你先稳住，别让老板跑了。李娜迈步上前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看什么看？想跑？等我们老板拿出证据，看你还怎么狡辩。我可不是来闹事的，明明是你们的东西让人吃出了问题。像你这种想占便宜的人我见多了，买个东西就想找茬退款，没门。我没想占便宜，如果我母亲真是因为吃了别的东西不舒服，我绝不会来找你们麻烦。但问题是，你们这罐囊浆有机驼奶粉疑点太多了。第一，罐身标注的有机认证标志，用手一擦就掉，正规的会这样吗？第二，营养成分表里蛋白质含量标着58%，但根据国标，驼奶粉的蛋白质含量根本达不到这个数，这明显是虚假标注。李娜被我连续几个专业问题问得一愣，但嘴巴依然很硬。你瞎说，什么蛋白质国标？我们这就是高级货，跟普通奶粉能一样吗？你少在这里不懂装懂，我劝你识相点，我们老板可是有关系的，你要是再闹事，没你好果子吃。我只是核实产品真假，怎么就成闹事了？你们要是手续齐全，何必这么紧张防备？反正你别耍花样，等老板把文件拿过来，看你还怎么狡辩。好，我等着。要是文件有问题，可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了。你老板进去拿凭证，这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？一份质检报告需要翻箱倒柜找这么久吗？就在这时，刘艳走了出来，将文件袋啪的一声甩在我面前。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是我们的进货单、供应商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，还有你说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质检报告。我拿起文件袋，不慌不忙地抽出里面的纸张。首先是2张进货单，抬头写着囊浆绿洲源驼奶制品有限公司，下面列着产品名称中老年有机配方驼奶粉、数量、单价、总金额一应俱全，还盖着一个红色的绿洲源公司销售专用章，单子上的日期是3个月前。接着是一份复印的营业执照，公司名称与进货单吻合。再往后翻是一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复印件，最后是一份产品质量检验报告，检测项目包括蛋白质、脂肪、微生物等，结论均为合格。粗略一看，这些文件似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供货链，正规公司、正规进货、有机认证、质检合格。刘艳抱着胳膊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。怎么样？白纸黑字，公章红印，还有什么话说？你要是承认是你自己调包了产品，或者是你母亲身体其他原因，道个歉，把8000块损失费结了，我可以考虑不追究你诽谤我们店名誉的责任。李娜也在一旁帮腔，就是我们开店5年，靠的就是信誉，能被你随便污蔑？我没有立刻反驳，而是更加仔细地查看每一份文件。表姐在市场监管局工作，平时没少跟我科普这些套皮的伎俩。我知道，越是看起来齐全的证据，越有可能暗藏玄机。我心里有了底，但表面上仍不动声色。我不能直接点破，否则刘艳可能会狗急跳墙销毁证据。我需要引导她，让她自己暴露出更多破绽，同时也为表姐赶过来争取更多时间。这些文件看起来是挺齐全。什么叫看起来？这就是铁证。小子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要么赔钱道歉，要么我现在就报警告你敲诈勒索和商业诽谤。你别急，我有几个疑问，如果你能解答，我立刻道歉走人，再赔你所有损失。你不会是不想付钱吧？你问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。刘艳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对我的话不屑一顾。第一，进货单显示你们是3个月前进的货，根本就不是这一批的。你这批奶粉的出厂检验报告在哪里？刘艳显然没料到我会问这么具体的问题，眼神闪过一丝慌乱。批次报告当然有，都在库房档案袋里，那么多我怎么可能全拿出来？这张总单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好，那我们说第2个问题，这份报告依据的是 GB19301-2010，这是牛羊奶的标准，你这驼奶粉属于特色乳制品，不应该是这个检验报告。刘艳的脸色开始有些发白，她张了张嘴，没立刻说出话来。什么牛乳粉、驼乳粉，不都是奶粉吗？检测合格不就行了？你这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。这不是挑骨头，这是基本常识。我还有第3个问题，这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，你告诉我证书编号，我自己到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官网查询一下真伪没问题吧？听到官网查询几个字，
刘艳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她猛地一把从我手中夺回那些文件。查什么查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凭什么要配合你查这查那？你不敢让我查，就说明心里有鬼。我的证据已经拿出来了，你认就认，不认就拉倒，少在这里给我玩花样。既然你拿出的这些文件可能有问题，那我就更有理由怀疑你们销售的是假冒伪劣产品。小子，你果然是来找事的。李娜，打电话给老张他们，就说店里有人闹事，让他们过来帮帮忙。李娜立刻掏出手机，开始拨号。我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冲突升级对我没好处。我一边后退2步，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叫社会人员来威胁消费者？我警告你们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涉嫌销售3无产品，还意图非法拘禁和恐吓消费者，所有对话我都已经录音了。刘艳和李娜听到录音2个字，脸色大变，扑上来抢我的手机。你敢录音？把手机交出来！凭什么？录音是我的权利，作为你们恐吓我的证据。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天就让你知道规矩。老板被对得脸色涨红，伸手来抢，我攥着手机躲闪，李娜也加入战场，将我按倒在地。最终，李娜还是抢到了我的手机。老板说了，你不赔钱就别想走，既然你不识相，那就自己买单。你敢强刷，这是抢劫！可是李娜不听，只听滴的一声，8000元被强行扫走。我怒不可，你这是强盗，怎么可以强刷我的钱？谁强刷你钱了？这是你自己付的损失费。李娜把手机扔回给我，就推搡着想赶我走。你都在这闹了这么久，耽误我们做生意，这钱就当是你给我们的赔偿，赶紧滚！你们卖3无假货害我妈住院，不退货不赔偿就算了，还强刷我钱，你们等着吧，这事绝对没完！小子，明明是你要来我店里讹钱，现在还倒打一耙，怎么有你这么恶心的人啊？多亏我们老板一眼就看出了你是个败类。小伙子，你还真是穷逼事还多。我告诉你，来闹事就要承担后果，是你换的，你就该认。就在这时，表姐赶来。小莫，怎么回事？表姐，昨天我在他们这买了2罐驼奶粉，我妈喝了，今天上吐下泻的进了医院，发现这奶粉是3无产品，想着过来退货，他们不仅不退，还污蔑我调包奶粉，刚刚还抢我的手机，刷了8000，说是赔给店里的损失费。你就是他叫来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来人闹事我可不怕，赶紧滚！我可不想闹事，只是我表弟说在你这买了驼奶粉，吃了拉肚子，不仅不退货退款，还敲诈要损失费。你们知道这是违法的吗？违法？我看你们才是违法的。这小子换了我们的货来讹钱，我还没报警呢。我们这驼奶粉都是正规产品，有手续有认证，你们别想血口喷人。有手续有认证？那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刘艳把进货单、有机认证证书、采购合同和转账记录递到陈月面前。你自己看，手续齐全，绝对不是假货。陈月拿起文件仔细查看，他在市场监管局工作多年，一眼就看出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。进货单没有关键信息，有机认证证书的机构是假的，采购合同不规范，转账记录也是个人账户，根本不能作为正规进货的凭证。这些都是伪造的材料，根本不能证明产品是合格的。你们的驼奶粉包装上没有具体生产地址，没有正规认证，属于3无产品，而且涉嫌虚假宣传，以次充好。你胡说，这是高端货，你看不懂就乱扣帽子。你凭什么说这些材料是伪造的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。现在我要求你们立刻给我表弟退货退款，赔偿他母亲的医疗费，否则我们将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就在这时，2个壮汉走到了店里。刘老板，怎么了？这2个人来店里闹事，想讹钱，你们帮我把他们赶出去。2个壮汉立刻上前一步，我连忙挡在表姐面前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表姐却丝毫不惧，她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。小王，你们到哪了？陈姐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你还敢叫人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去把他们给我赶出去。门外突然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，紧接着2个穿着市场监管执法制服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，手上还拿着执法记录仪。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的，接到消费者实名举报，称店内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并对消费者进行恐吓。我们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的，接到消费者实名举报，称店内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并对消费者进行恐吓。现依法进行现场检查。来人亮出执法证件，老板一见到同志来了，顿时吓得脸色大变，然后很快又哭起来。领导啊，你们可算来了，你们要为我们小老百姓做主啊！他指着我和那罐奶粉，语速飞快。这个顾客他不知从哪儿弄来1罐假奶粉，硬说是我们店买的。我们店开了5年，童叟无欺，从来都是卖的正宗囊浆好驼奶，有认证有报告的。他非说我们卖假货，还要我们赔好几万。我们不给他，就在这里大吵大闹，影响我们做生意，还说要找人来砸店。这个女的就是他叫来的，我们2个弱女子好害怕呀。李娜，你说是不是？李娜立刻心领神会，
也换上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，连连点头，抹着并不存在的眼泪。是啊，领导，他可凶了，骂我们黑店，还说要让我们店开不下去。我们老板跟他讲理，他就说要打电话叫人，我们好害怕。还好有2个路过的好心大哥镇场子，不然我们店都要被砸了。你看，领导他就是来敲诈的。他们一唱一和，试图将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完全颠倒。你们这是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们卖假奶粉，现在还说我们讹诈。老板刘艳越说越激动，一套说辞说的自己都信。世间同志，你们看这俩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们正经经营，可千万要还我一个清白啊！市监局同志看老板和服务员的眼神，就好像在看神经病一样。讲话是要有证据的，你敢为你自己说过的话担责任吗？当然敢，我诚信经营那么多年，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。老板忽然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，放在自己胸前。我可以实名举报，赌上我自己的名誉。这2个人一进店就讹我。对啊，我也可以帮老板实名举报。李娜也急忙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，站在老板的身边。你们只管录像，我们敢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。我说的是真是假？你们可以看看监控，监控可以证明你们说的是假话。我们店的监控这2天坏了，但我们这里那么多人都是人证。那么巧监控坏了，没关系，我有全程的录音。说着我就把手机拿了出来，开始播放录音。听完录音，市监局的同志们一脸愤怒。要不是我在这亲身经历，我也不敢相信有这种商家。真是很少见这样理直气壮的倒打一耙了。真不知道有多少消费者在你们店里受到不公事，那些老人在你们店里会吃多少哑巴亏。陈姐，制服我们给你带来了，还是穿上吧。小王拿出一件制服递给表姐，表姐换好制服。没想到大过年休假还能遇到这种事，着急赶来，没来得及回单位穿衣服，谢谢你们帮我带上。刹那间，老板和服务员整个人都石化了。就见表姐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工作证，在老板面前晃了晃。我是市监局的陈月，接到举报，现在正式对你们的店铺进行检查，请你们配合。你也是市监局的人？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陈月竟然真的是市场监管局的人，而且还是执法人员的领导。陈科长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我们的驼奶粉都是正规产品，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，手续都在库房里，我现在就去拿给你看。不用了，我们会自己去查。刘艳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她知道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虽然有，但驼奶粉的相关资质文件都是伪造的，根本经不起检查。驼奶粉的有些文件可能是我放错地方了，一时找不到。找不到？刚才你不是还拿了进货单、有机认证证书这些文件给我们看吗？怎么其他文件又找不到了？表姐，那些文件他刚才就收在这个米黄色的文件袋里。陈科长，这些文件都是供货商给的，我真不知道是假的。我也是受害者，我花真金白银进货，以为他们给的都是正规手续，我也是被那些黑心供货商骗了的苦主啊！是不是受害者？我们会调查清楚。现在，请你配合我们的检查，交出所有相关文件、记录和库存商品。小王、小赵，你们开始全面检查，重点排查仓库、储物间等隐蔽区域，不要遗漏任何可能隐藏线索的角落。好的，陈姐。刘艳脸色愈发难看，想要阻拦，却被表姐的目光逼退。2个人开始在店里检查起来。陈姐，这家店营业执照没问题，就是营业范围涉嫌超范围经营。陈科，这里有发现。一行人都赶去仓库，小赵搬出几个大纸箱和一个工具箱。我发现这个仓库里有大量未分装的散装奶粉和一些奶粉空罐子，包装简陋。说着打开工具箱，还有这些都是造假工具。刘艳和李娜看到这些东西被搬出来，瞬间面如死灰。刘艳双腿发软，跪倒在地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老板，这怎么办啊？刘老板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些伪造工具和散装原料就在你的仓库里，你所谓的正规进货就是这样来的。陈科长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些可能是供货商暂时寄放，我也是受骗的。你说你被人骗了？你昨天卖给我奶粉的时候，还拍着胸脯说假一赔万，说自己爸妈都在喝，现在又说被供货商骗了，你觉得谁会相信你？李娜站在一旁，吓得眼泪都快掉下来。她小声说道：陈科长，我只是个打工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老板让我做的。打工的可不是免罪牌，你们明知产品有问题，还参与销售和欺诈消费者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。现在坦白这些驼奶粉的供货商是谁，进货渠道是什么，可能可以减轻处罚。表姐见刘艳和李娜都不愿意开口，声音严厉起来：你们最好想清楚，主动配合调查，如实供述，在法律上可能会被酌情考虑。如果拒不交代，等我们查出来，性质就不同了。我说我不想坐牢，供货商是一个叫老杨的人，老板是和他网上联系的，价格很便宜，我只知道那么多，能不追究我的责任吗？李娜，你……刘老板，
请你说说这个老杨是谁？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具体地址，只有他的微信号和手机号。他说这些驼奶粉是囊浆的有机产品，价格很便宜，我就进了一批。我们会立刻调查这个老杨，查明进货渠道。现在请你们把销售台账拿出来，我们需要知道有多少消费者购买了这些伪劣驼奶粉。领导，销售台账在柜台电脑里。陈姐，找到销售台账了。从去年8月到现在，这款驼奶粉销售记录超过120罐，总销售额超过20万元，购买者信息大部分都有登记。好，刘艳、李娜，现在请你们跟我们回局里，接受进一步调查询问。你们店里的所有涉案物品，包括这些伪劣产品、制假工具、电脑主机、销售记录，我们将依法予以查封、扣押。小莫，你也需要一起去局里做个详细的笔录。好的，了解。需要提供你购买奶粉的支付凭证、医院的诊断证明等所有证据复印件。关于你的退赔诉求，我们会在案件调查清楚后，依法组织调解或告知你后续司法途径。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，不只是为了我妈，也为了台账上那100多位可能还在喝这些毒奶粉的老人家。刘艳和李娜被带回市场监管局后，分别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接受询问。一开始，刘艳还试图狡辩，说自己是被供货商欺骗，不知道产品是3无产品。但在执法人员出示了账本、聊天记录、伪造工具等一系列证据后，刘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。她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。我都说是我认识老杨，是在一个保健品交流群里加的。他主动私聊我说有便宜的好货，开始我也怕，但他把样品寄来了，包装做的跟真的似的，闻着很香。我尝了一点没什么反应，他跟我说没问题的，最多拉个肚子，利润太高了，我店里生意不好做，就心动了。那你登记消费者信息是为了2次推销？李娜负责登记，隔段时间我们就打电话回访，问效果怎么样，然后推荐新产品或者搞活动让他们再来买。与此同时，李娜在另一个房间也接受着询问。一开始，李娜还想推卸责任，说自己只是个打工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老板让她做的。但当执法人员告诉她，刘艳已经承认了所有的违法行为，并且她偷偷刷林墨信用卡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强买强卖，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时，李娜彻底崩溃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当时看到他一直在打电话，以为他在叫人来闹事，老板又催着让他付钱，我就一时糊涂，偷偷刷了他的信用卡，想让他赶紧付钱走人。求你们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陈月看着2份基本吻合的询问笔录，面色凝重。小王将初步整理的资料递过来。陈姐，这是从店铺电脑里恢复的销售台账电子版，不完全统计，从去年6月到现在，这款假驼奶粉销售记录超过150罐，销售额超过几十万，登记有联系方式的消费者有60多人，大部分是老年人。我们还梳理了之前的投诉记录，有7次相关投诉，都被刘艳用少量退款、私下和解压下去了。基本对得上。刘艳是主犯，明知故犯，以次充好，针对老年人进行欺诈销售，情节十分恶劣。李娜是从犯，参与造假和销售，并在纠纷中实施强买强卖，但认罪态度较好，可能从轻处罚。了解。李娜她帮刘艳这坑害那么多老人家，一句怕丢饭碗就能免责吗？当然不能，法律责任会依据她的参与程度来判定，但她的供述对指证刘艳和追诉上游供货商很有价值。小莫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我们一定会依法严肃处理，案件性质已经超出市监管理范畴。小王，立刻整理所有证据材料，形成完整案卷，移交公安机关经侦支队，追究刘艳及相关供货商的刑事责任。是，陈姐。那李娜呢？李娜的行为也涉嫌违法，至于她是否构成刑事犯罪，由公安机关在侦查刘艳案件时一并审查认定。了解。那个老杨和供货链一定要挖出来，这种假奶粉不知道要祸害多少老年人。放心，这种跨区域的制假售假链条一直是我们打击的重点，我们掌握的信息会全部移交给警方，接下来是公安机关的战场了。3天后，我也拿到了奶粉的检测结果，报告单上显示，刘艳销售的驼奶粉营养成分严重不达标，蛋白质含量仅为国家标准的1/3，钙含量不足国家标准的100%，脂肪含量也远低于国家标准。此外，检测报告还显示，奶粉中含有香精色素以及过量的食品添加剂，卫生严重不达标。公安机关接到市场监管局移交的案件后，立刻成立了专案组，不到1个月就顺藤摸瓜，找到了老杨和他在南河省的一个制假仓库。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到，里面工人用最廉价的原料，卖最贵的奶粉，只用植脂末、麦芽糊精混合膨化大米粉，成本只需几元就能做出1罐有机奶粉。你这小作坊真是太恶心了，生产环境这么差，生产出来的产品怎么可能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？老杨被抓的时候还声称，我知道这东西没营养，
但是无毒无害，不会喝死人的。在小作坊的仓库里，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已经包装好的伪劣滋补品，以及伪造的有机认证标识、质检报告、包装材料等。这些伪劣滋补品即将被发往全国各地的经销商，幸好被及时查封，没有流入市场。专案组通过深入调查，发现这条销售链条涉及全国多个省份，共有几十家经销商，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。这些经销商大多是像刘艳这样的滋补品店、保健品店，他们将伪劣滋补品卖给消费者，尤其是老年人，从中谋取暴利。我通过新闻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心里十分高兴。表姐，真是太好了，这些黑心的供货商和经销商终于被抓了。是啊，通过这次行动，我们不仅摧毁了一条庞大的跨省销售链条，还震慑了其他想要从事伪劣食品和滋补品销售的不法分子。小莫，案件刑事部分已经移交公安，进展顺利，现在该处理你的民事赔偿问题了。根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55条，刘艳的店铺存在明确欺诈行为，你可以主张退1赔3。另外，婶婶的医疗费等实际损失也应一并索赔。我明白，表姐，法律怎么规定，我就怎么主张，该赔多少，一分不能少。这不仅是为了钱，是要让他们知道违法的代价。好，根据流程，我们会先组织调解。刘艳的丈夫老赵联系了我们，表示想私下和解，态度比较迫切。我估计他会直接找你。果然，下午我就接到了刘艳丈夫的电话。林先生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刘艳也是一时糊涂才做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希望你能够高抬贵手。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，在我第一次要求退货的时候，你们不仅不退，还污蔑我调包，强行让我缴纳损失费。我们愿意退还你购买奶粉的3800元和8000元的损失费，再赔偿你5000元的医疗费，希望你能不再追究刘艳的责任了。现在你们面临着法律的制裁，才想起求饶，已经晚了。你们不是毁了，你们只是没招了。与此同时，看到新闻的其他受害消费者也纷纷提出了退1赔3的诉求。市场监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成立了退赔工作小组，负责接待受害消费者，核实消费信息，办理退赔手续。退赔工作小组通过销售台账上的联系方式，逐一联系了受害消费者。大部分消费者在得知自己购买的是伪劣驼奶粉后，都非常愤怒，纷纷要求退赔。退赔工作小组按照法律规定，为每一位受害消费者办理了退1赔3的手续，共计退赔金额达数百万元。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消费者，退赔工作小组还上门为他们办理退赔手续，送上慰问品，得到了老年消费者的一致好评。我在退赔工作小组的帮助下，顺利拿到了退赔款3800元和赔偿款11400元，共计17200元，同时退回了我被强刷的8000元。此外，刘艳的家属还赔偿了我妈的医疗费、误工费等损失，共计5000元。最后，检察机关经过审查，认为刘艳的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、虚假宣传罪、强买强卖罪等多项罪名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依法向法院提起了公诉。法院认为，刘艳明知是伪劣产品而予以销售，销售金额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。刘艳通过伪造认证标识、夸大宣传等方式，欺骗消费者购买其产品，其行为已构成虚假宣传罪。刘艳的店员李娜偷刷消费者手机，强行让消费者支付损失费，其行为已构成强买强卖罪。法院综合考虑刘艳的犯罪事实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，依法作出了判决。判处刘艳有期徒刑2年，并处罚金15万元；判处李娜行政拘留15日，并处罚金5000元，没收刘艳的违法所得，查封扣押的伪劣产品和伪造工具予以没收销毁。我服从判决，不上诉。我也服从判决，不上诉。林默和其他受害消费者在得知判决结果后都非常满意，他们知道刘艳和李娜终于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法律给了他们一个公正的交代。真是大快人心，这个刘艳太黑心了，欺骗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。是啊，法律是公正的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违法犯罪分子。这一下总算安心了。希望这个判决能够起到警示作用，让其他想要从事违法行为的人引以为戒。我拿到那笔赔偿款，带母亲去权威医院做了全面体检，结果一切安好，让我彻底放心。我又重新购买了正规渠道、资质齐全的品牌驼奶粉。春节早已过去，春天来临，几周后，我因为工作需要再次路过建国路。我驱车经过西域珍品滋补馆时，刻意放慢了车速，看着那曾经装修的古色古香、挂满宣传横幅的店铺，如今大门紧闭，门上贴着市场监管局的查封公告，红色的封条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店铺门口围了几个人，林默定睛一看，发现是刘艳的丈夫和儿子，还有店员李娜。刘艳的丈夫正蹲在地上抽烟，眉头紧锁，满脸愁容。刘艳的儿子则在一旁焦躁地踱步，时不时地叹气。李娜站在一边，眼睛红肿，脸上满是悔恨，正拉着刘艳的丈夫低声哀求着什么。大哥，求你再帮我想想办法，那罚金我实在凑不出来了。我只是个打工的，当初也是被刘姐骗了，
现在工作没了，还背上了罚款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家现在也是一团糟，你嫂子要坐牢，店铺被查封，还赔了那么多钱，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，我哪还有钱帮你？当初要不是你不给人退货，事情也不会闹得这么大。你自己闯的祸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李娜被说得哑口无言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，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。她知道自己当初的一时糊涂，不仅毁了别人，也毁了自己。我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没有丝毫同情。我缓缓摇下车窗，目光平静地看着李娜和刘艳的家人，清晰地说道：骗老年人的孝心钱，把别人的健康当赚钱的工具，迟早要付出代价，这都是你们应得的下场。听到我的声音，李娜和刘艳的家人都愣住了，转头看过来。当他们认出我就是当初被他们污蔑、被李娜抢手机的消费者时，脸上瞬间露出了羞愧和绝望的神情。刘艳的儿子想上前说些什么，却被刘艳的丈夫一把拉住，只能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却不敢有任何动作。李娜则低下头，不敢再看我的眼睛，肩膀微微颤抖，充满了悔恨和无助。周围围观的路人也纷纷议论起来，有人认出这是之前被曝光的黑心滋补馆，都对刘艳一家和李娜的遭遇指指点点，纷纷表示活该，恶有恶报。我不再多看他们一眼，驱车离开。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他的脸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我知道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这场跨越数月的维权之战，最终以邪恶的覆灭，正义的伸张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而我也更加坚信，只要每个消费者都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黑心商家就无处遁形，市场环境也会变得更加清朗。